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这句话是大文豪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当中的名言，用来形容现在最为合适。你好，我是周永晴，正在研究你的名下财产。据我所知，你的资产金额高达1亿6千万，跟我们银行借的一点小钱，绝对有能力可以偿还。我叫杨大器，你们也可以叫我 Edward Young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商机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兴奋。这台咖啡机结合 AI 人工智慧，判读你的脑内波动，找出你最有感觉的咖啡香。我们称之为 iRobot。像这种50岁以上在社会打滚太久的人，会逾期还款都不是好对付的角色，千万不能被牵着鼻子走。你在撞什么？会不会看路啊？尤其债务人身故的案件，一定要调查得特别清楚。这是划时代的产业，创新的科技，未来的趋势。是谁去跟客户他妈妈说欠了600万啊？个资不能外泄，要讲几百遍啊！哈！蔡先生，真的很抱歉，让你母亲知道您欠债的事情是我们的不对，真的很抱歉。那我在这边向您保证，在未来关于清偿债务的事宜，我们只会跟蔡先生您本人联络。蔡老板，对不起。OK， 是谁？学姐，学姐，对不起啦，害你要来道歉。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再仔细一点，保护客户的隐私不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吗？你怎么还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啊？我真不懂哎。罚你回去写作业，把我们这一行最容易踩雷、最忌讳的10件事情都写下来，下班前交给我。怎样？可是他们欠债没缴，我告诉他妈妈也不算做错事吧？家人之间可以互相帮忙啊。说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受这种真相啊。有时候太诚实可能变成一种伤害。走吧。师姐，还是要搭计程车啊？计程车费不能报哎，你家真有钱。计程车快到了啦。今天真是太开心了，要不是我后面还有行程哦，真的很想多跟您报告一些细节啊。
谢谢郭董，谢谢你让我来你的公司做简报。哇，从你身上真的学到好多，谢谢。话，你呀、才给我得到很多的启发啊，真的吗？那是我藏在心里面好几年的梦想，你居然把它做出来了，真的啊，谢谢。我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我一定会加油。谢谢郭董，谢谢。好，先离开。郭董，您赶快回去休息。OK， 谢谢。好，期待啊。好，谢谢。等下再去澳里银行一趟哦。上次去没有下文，今天再去谈一次看看，搞不好有机会。可是我们说好只演你的助理演到5点，现在已经4点半。那就加码演出嘛。可是我们5点还要赶快去演舞台剧耶，而且车一直接到5点啊。好吧。来，这是你们2位今天的演出费啊！今天辛苦了。谢谢杨先生。嘿，下次如果还有需要，2位一定要再来帮我忙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杨先生，嘿，小董，回来了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你房租3个月没缴，那照合约那个你要先缴清才可以让你进去啊。王先生，哎，苗姐你好，我先进去了。请进。好的。小董，来，是。我就欣赏你这个特点，尽忠职守。哦，这个年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哦。不敢当。偷偷告诉你，过年的时候我不是有包红包给你们这些管理员吗？包给你最大包哎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很谢谢你们嘛。你看你那么认真，那你不让我进去，我怎么拿钱？房租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请进。Test. Perfect. 就是你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Edward Young，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大洋先生的赚大洋俱乐部。在通货膨胀率超过2%的时代，为什么借未来的钱，用未来的钱买现在的房？很多人都会说，我存钱买房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低利率的时代，利用利息所赚到的钱远远不及通货膨胀的速度。物价上涨的时候，房价也在上涨。周小姐，今天还是这么晚啊？你也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等到你比较喜欢的帅哥美女都已经大叔了，你还是没有去。上一期我们聊到为什么要购买期货，而期货市场的决胜秘诀又是什么？今天我们来聊点轻松的，什么是生活？而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品味的生活呢？70、80。哎，老板娘这样子，谢谢。好，我帮你算。啊，你这次是175元哦。175哦。对。哦，那你帮我豆干跟海带都少1份好了。好，没问谢谢。题。好。115。什么样的？小猫咪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不要这样看我啦，我养不起你啊！你看看呢。像我们这样高压的环境当中，最需要的
就是有一个人的放松时刻，而这款 whisky 就是陪伴你夜晚的最佳伙伴。那个杨先生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好像时间有点久了啊。小董，哦，我在回答一些粉丝的问题，粉丝太多了，稍等我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可是我一天的饭钱都控制在200块，今天已经花了160。杨先生，那个，帮我叫个车，我去机场。啊，这么突然啊？交给你了。哦，我收到了。哎，小心。哎，拜拜。拜拜，顺利啊，顺利啊。啊，这么少？哎，这么多人。我回来了，陈美珍女士，你现在又那么早休息哦？你爱的鸭脖子回来啦？哦，你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呐？我有到你要烫卡机来知不？你现在那么早打烊，又动不动去跳舞，像我这样的上班族，哪有时间把衣服拿来送洗啊？还有啊，你传单是不是都没拿去发啊？哦，那个24小时自助洗衣店开了之后，这个时间哦，没什么人客了啦。哎呦，不是跟你讲过了，我们这种传统的洗衣店跟自助的客群就不一样啊，就是要发嘛。我算唔知呀。好啦，那个天气好一点哦，我就会去花了啦。好啦。哎呦，真正腰个烫卡车呢，进来吃饭啊。OK， 哎呦。小姐，辛苦嘞，你的养肝茶。哇，那么好。你的牙齿洗手了。结果你打给房东了吗？找了啊。嗯。他说租给我们的时候天花板还好好的啊，可能是哦，咱咧洗衫的设备较湿重啦，那天棚再派去。他这样讲？对哦。你有没有跟他说房子住久本来就会坏，而且这法律上是房东要修的，好吗？我有讲啊，他就说哦，走咱几啊10年啦，房租哦一点都没涨啦，啊现在也要多更了，所以他也不想整理房子。你先不要讲啊。你猜我银行现在有多少钱？多少？多少钱啊？185万，再加上基金，还有那个6年定存，这样大概应该有300了。300哦？有安尼头期款就差不多够安尼，我这还有150呢。想到的确要买房子，有一点点紧张哦。300。哎，我说巴士还没撇啊。我上次直接砍到1500，所以那个房仲就跟屋主说还要再考虑一下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。哎，我们还要留一笔装潢费用，还能不能成都不知道哦。
这几年啊，辛苦你了嘞。那是嘛看慢啊，没能给你一个家。以前哦，房子不贵啊，那时候你没买，才得让你这几年这么打拼。干嘛要突然想东想西讲这些啦？如果当时不是你老公欠了那么多债，你需要那么辛苦吗？那时候要顾洗衣店，还要工作，又要拉拔我长大，你很了不起的好吗？多吃一点补子嘛。哼，谢谢。嗨，老位置还有吗？被包走了。那02还有没有？一样要过夜吗？对啊，过夜。没回。已汇入50万作为 iRovi 创业金，郭心如。是啊，50万。这时候大洋先生会说：“50万如何发挥最大效益呢？当然是放进去投资期货市场那只观望很久的标的，翻倍赚。”我要困啊咧，你嘛较早困咧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
不要这个样子啦，陈山他也很难过啊。不要再说了啊。我怎么样？陈山，他昨天晚上没什么事，有什么事你就直接找我。啊，谢谢。好了，走了。你好，我是阿亮的高中同学，我叫钟永晴。谢谢你来。在外面呢，等下就回办公室了。怎样？你说什么？屋主要把我们的房子卖给别人？哪有这种事啊？好啦好啦，那我现在过去。那你不要激动啦。好好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哎，哥。反正都有先来后到啊，我们都还在谈吗？这样屋主转头就卖给别人，没有诚信哎。将心比心嘛，如果你们是屋主的话，一定也不会愿意啊。那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想要联手哄抬价钱？不是，我们已经是老字号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，不然你们也不会一直找我啊，对不对？这样，今天我有跟周妈妈讲，如果我们预算不够的话，我们还有别的物件，那可以参考看看，我们也可以今天讨论一下。那你觉得嘞？那个价钱我们付不起，我看算了啦，就再请小梁继续帮我们找吧。只是我们已经看2年多了，最近房东又说我们住的地方又租更不续，我真的也很烦恼啊。不然这样啦，我们不要开洗衣店的啦，那些设备全部卖一卖。那这样吧，你去跟屋主说，我们开价1700，这是我们最大的诚意。哎，拍谁啦？是的哦。想说，咱无啥对呢，1700万，啊，咱的预算才1500万呢。是讲哦，所以嘛买袂成啊。因为如果我是屋主哦，少赚150，我也不想卖。陈美珍女士，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哈？好啊，我现在就跟他们说1700太贵了，我们负担不起啊，不要了。啊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现在的房东把我们母女俩赶出去，我们就抱着洗衣机一起去流浪啊，好不好哈？你干嘛语气这么坏啦？你是吃到炸药哦，还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。高中补习班的好朋友突然过世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人生很短嘛，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你怎么知道？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间房子，我们就想办法把它买下来就对了嘛，就这样而已啊。那你可怜呐，这笑脸都无去啊！他是生病走的还是怎么？我回去上班了，回家小心哦。骑到晚点啊，拜拜。各位小姐辛苦喽，拜拜。请你拜拜。
哎，经理，我把资料放你桌上了。辛苦了。喂。我说你的。刚走。太准时了吧。来，有喝水。我们下次还是吃牛肉面好了，加汤加面不加钱，还可以酸菜吃到饱。不行啦，我才刚看完酱太寿司，而且我昨天刚领到咖啡店打工的薪水，我今天一定要吃到寿司。哎，你不是昨天才领到钱吗？我拿回家里了。别啰嗦，今天这顿我请，拿。你说的哦。伟昂大气，说到做到，拿就对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海胆呢？我靠！哎，只能拿绿角啦，红角绿角2倍价。来，吃这个，吃这个啊！好想要吃红椒。兄弟，我们要沉住气，将来等我们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可以开间自己的餐厅啊。店名就叫做“红角角吃到饱”。很烂的，什么烂名字啦？哪会啊，很可爱，好不好？你到时候开店记得要跟我讲，我随便取的都比你取的好。不然你取一个。你喜欢酱太寿司，不然叫大气的寿司啊。大气的寿司吃到饱，听起来很豪迈。你里面全部都是红角角，一个人收个入场2000，吃到饱。哪有人这样做生意的啦？我已经飞黄腾达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为什么？陈妈妈，抱歉，刚去托婴中心接妹妹。仔仔，妈妈来了。妈妈，你有没有乖乖？有。你要不要吃饱？有。我不说抱什么都忘记。陈妈妈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啦，孩子嘛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要相机。慢慢推哦。喂。哦，头家你嘛？你好，你好。今日这哈密瓜那边啊？哈密瓜49块。哦。肖经理，我到了，帮你买杯热咖啡好不好？不用啊，这么客气。好好好好，拜拜。
王太太，这么早啊？天哪！哦，背那么大包是要去哪里啊？没啦。哎，你那个房子买了没？哎，我上次不是跟你说那个厨房琉璃台很好用吗？现在特价哦。啊，你看什么时候要跟我讲，我把那个装修师傅的电话给你。哈，谢谢。记得要跟我说哦。好，谢谢。那拜拜喽，哈。哎，走，韩国菜。好。哎，学姐，要不要一起去新开韩国餐厅？你们吃就好。你怎么还是问这种问题呀？不然你以为学姐第1名怎么来的？秀仪呢？哦，她今天感冒请假。感冒请假？出那么多包还敢请假？我看他大概也做不久了吧？哎，动作快啦，吃韩国菜。杨医生啊，我已经跟您解释过了。来，坐。我们有发现啊，你积欠的款项未还，银行啊考量你还款的能力啊，就无法提供借贷的服务啊。小经理，可是我利息一直都有还啊，我的信用应该不低分吧？重点是啊，你现在没有正职，我们这边评估以后真的没有办法。对不起，接个电话。周永晴，杨大气。对啊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呢。哦，你在奥里上班哦？对啊。这么早下班？没有啦，去买个饭而已，然后那么早。还没吃啊？还没。一起啊！等我一下。有个面摊还不错。想吃什么？我一个奶油蘑菇浓汤就好，谢谢。就这样？对。不会吧？我减肥啦。你这么瘦，减什么肥啊？哎，老朋友难得见面，我请客哦。我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我来。给我们2个1200的乐眼牛排套餐。好。前菜要奶油蟹肉泡芙，再单点一个烤田螺。好的。怎样，杨大庆，你现在是发达了？还好啦，看到老朋友开心嘛。哎，你上大学以后过得怎么样啊？打电话给你，你换号码也没跟我们说一声。我还特地跑到你补习班找那个主任要你家里的电话号码，结果他怕我骚扰你，坚持不肯给我。是怎样？我看起来很像变态吗？其实我上大学没多久，我爸就过世了，所以就忙着读书啊，到处打工。我毕业后进了奥里，也是忙着工作、还学贷啊、存钱啊，真的没有时间跟你们联络了。你上班总有休假吧？银行不都固定周休2日？还要兼差啊。兼差？你兼什么差？送外送。送外送？很辛苦哎。哇，你果然都没变，真的是周永晴哦。这是你的 housewife。啊。来哟，专业洗衣店大特惠哦，西装啦、毛衣啦，窗帘啦、布帘啦，有咩啦？那个布偶啊，都会上洗哦。
你知道阿良的事了吗？知道啦，我之前还要去给他上香，而且那天好像有看到你哦。是哦。嗯。毕业之后还会联络吗？有啊，之前偶尔还会打打球、吃吃饭什么的。但是后来我忙着创业，他开公司也越来越忙，我们就很少联络。你说你在创业哦？在做什么啊？来，参考一下。我现在在做的东西呢，叫做 iRobi。我的名片，这是一台人工智慧咖啡机，可以用脑波检测器测出你最喜欢的咖啡口味，然后再用机器手臂帮你冲泡咖啡。怎么样？很屌吧？听起来很厉害耶。也卖得不错哦。还在建模写程式啊，开发中。你有没有什么能路可以帮我贷款的？我这个 iRobi 是肯定会赚钱的哦，只是现在银行贷款部门都太保守了，思想狭隘，没有远见。不要说这个，钟永晴，你在银行上班，肯定有一些特别的方法可以帮我贷款的吧？在什么部门？债权管理部。啊。啊切！哦，哟！哎。Q 啦。这个机台在维修。哎，对啊，那个机器都坏掉了。都故障了。哎，你不知道，现在这种连锁的机器就是这样子，一台坏了等一下就连锁故障了啦，真的啦，劝你还是不要洗啦。那个对不起啦，其实，姐姐，你不是自助洗的维修人员吧？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把洗衣机用坏，想要自己修啊？我可以来，这没有坏啊！你只要在这里投钱，按启动，就会动了啦。而且现在都不用自己带洗衣精，这里按一按就有了。还是不会啊？我示范给你看啊！不用。还是很谢谢你啊你常来洗哦？最近蛮长的因为家里洗衣机坏掉了，所以都有人在洗。这种机器洗得干净吗？这种机器哦，可以啊。这家老板还蛮注重卫生的，而且四周都有监视器，衣服也不怕被偷。监视器，这里有监视器哦。你看这里有监视器啊。你就钱债未清，很难再贷款啊，没有很难懂吧？你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死脑筋啊？我贷款下来赚了球就有钱可以还啦。你们这些债务人讲话这都一样啊，厉害啊！本来就是啊，是你们银行的想法要改变。随便你，拜拜。干嘛啊？留我的电话给你啊，顺便加你个 Line 啊，打电话记得要接呢。有讯息。周小姐，恭喜你，屋主愿意以1700万元成交。如果您也同意的话，请尽快支付定金50万元，以保障双方的权益哦。大忙人，你午餐还有1160都还没吃。拜拜，没事不要打给我。找你投资可不可以？妈，我今天晚点回家哦。好，拜拜。
哎，什么叫不等人啊？不是说补习班模拟考后要一起来吃、一起来庆祝的吗？他没有说你会来啊。哎，不是哦，是周永琪没有确认要不要来的。哎，你不是嫌回转寿司太贵？我嫌太贵，你们就自己来吃哦，真的很够意思。哎，周永琪，干嘛啦？你不要生气啦，快点，快，坐下来。来啊！吃豆皮寿司啊，一盘有2个，吃3盘就饱了，一个鸡腿便当还便宜。杨大气，你是欠扁。不要闹他啦，我认真的啊，他每次来回转寿司都点豆皮寿司，拜托，我对待女生还是有用心好。他爱吃什么我都记得1清2楚。好啦，你不要再讲了，那就只是节省一点嘛。好凶哦！吃这个好了。好啦，吃这个啦。今天我请客。哎，杨大清你很偏心哎，他怎么有红的？真的假的啦？那我就不客气喽。有这个嘛，那我继续拿。寿司。再一盘。哦。再一盘这个。哎，干什么？你不请客吗？你干嘛突然要请客啊？咖啡店发薪水啊。你薪水不都存起来买名牌球鞋吗？说啊。哎呦，有吃鲑鱼，有用脑哦。偷偷跟你们说，其实我中乐透了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啦。那这样吃饭吃掉很浪费哎。哪会啊？我觉得如果我中乐透的话，我就帮我妈还债。还什么债啊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有个国中同学，他们家超级有钱的，他爸每2年就换一台跑车哦，但是他们家从来没有付过钱，全部都是贷款买的。哪有那么好事啊？有啊，你进去问他聊。哎，不要问我啦。干嘛不说？讲啦。讲啦，又没差。就我听说，我家以前好像也是这样，买房子的钱还有工厂设备的钱都是跟银行贷款，还钱的时候就只还利息，都不还本金的。所以借钱真的可以不用还？那这样以后我也要创业当老板，周永琪，你就去银行上班，我再去找你借钱。然后嘞？永琪，你在这里啊？我这边有几个案子啊，要交给你处理，相关的资料我已经上传给你了。好。啊，还有一件事情，那个叫什么仪的，何素仪，你帮我盯他一下。好。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开始走错棚了。他状况是真的蛮多，但我会多注意。蔡小姐，这是李先生在现场留下来的东西，请你回收一下。如果我去银行上班的话，我只会借钱给阿良这种人，绝对不会借钱给你。拜托，银行之所以会赚钱，就是因为有我们这种人跟他借钱，他才会赚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
之中点杯酒。流星堆积在街头，我的喜好变成枕头，随性就是等我睡醒再说。废物利用要回收，废话太多会被冷落，废墟可能会有好朋友，非人漫步在自己的路遥可求。4、5、6才够我能比，这年头才不流行勉强自己，我装得太有型。废墟中生活，连